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分别是乐高42131卡特彼勒、宇星魔王17036两头盲，以及17023气动两头盲。前两款我们之前都有给大家做过深度评测了，那本期评测我们会重点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气动两头盲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们的区别。在功能方面，这款气动两头盲做了分动箱的设计，甚至还可以在分动箱换挡的过程中实现座椅的同步旋转。当座椅朝向车头方向的时候，可以控制车头推铲的上升、下降以及推铲的翻合动作。另外还有车辆的行驶，包括前进后退、原地转向以及差速转向。那换挡后，座椅也就同步的转向车尾方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车尾挖臂的水平旋转、上升下降、2级挖臂的运动、挖斗的翻合动作，以及两侧支腿的升降。同时，2级挖臂的运动还有挖斗翻合呢，都属于气动控制。更厉害的是，它的打气装置并不需要通过手动拨动气动开关来切换打气方向，而是设计了自动切换的功能。那车尾挖臂的升降在任何档位下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分动箱让座椅朝向侧方的车门方向，然后把车子打开，把梯子降下来。这个时候呢，分动箱也是处于空档，绝大部分功能呢都是不再工作了。另外，引擎盖呢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综合算下来，这款气动两头盲的功能联动一共是达到了11组电控、3组手动。相比于乐高42131的7组电控、2组手动，那这款气动两头盲在功能数量方面至少算是稍胜一筹了。在零件数和成品尺寸方面，这款气动两头盲和乐高42131呢也是属于同一个级别。在开始拼搭以前，我们可以使用贴纸对电机进行一下编号以及测试，包括尤其是还需要对气动配件进行测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作品的可以自动切换打气通道的功能的设计原理。整个装置的核心部分由打气泵、气动推杆、气动开关以及几枚齿轮组成。打气动力从电机出来以后直接向前，通过前方这里的曲柄结构控制打气泵的运转。与打气泵连接的气动开关在这里负责打气通道的选择，而它的开关部分通过2组24:8的齿轮组与打气动力连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在打气的同时也同步完成对开关的切换工作，因此也就完成打气通道的切换，也就是气动推杆的伸出或者缩回。需要注意的是，这枚24齿齿轮在这里使用的是离合齿轮，它的存在实现了在气动开关到达极限位置后，不阻碍电机及相关联动结构继续工作的效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组打气泵的工作原理，和此前的一组也是类似的。这里我们看一下下层分动箱，可以看到当左右两侧动力传输环选择其中一端的16:16的齿轮组，那么动力会再经过一组8:8的齿轮组，然后到达两侧的涡杆。那这里是属于车辆的行驶动力相关结构。当动力传输环选择另一端的齿轮组，那么动力都会经过一系列齿轮传动，到达之前提到的2组打气泵，也就是属于2组挖臂的相关气动结构。那通过加入电机测试，可以看到联动都是正常的。这里我们看一下行驶相关联动结构的后续部分。那刚才提到的涡杆则是驱动一枚24齿齿轮，然后将动力向两侧传输。两侧的28齿小转盘零件在这里只起到类似于悬挂驱动桥的作用，所以总的行驶动力齿轮比是24:1，是一个非常慢的齿轮比设计。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电控分动箱的内部设计。首先可以看到换挡动力是来自于这枚 M 电机，动力出来以后，通过一枚涡杆驱动一枚24齿齿轮，然后通过与24齿齿轮同轴的60483上面的6628球头零件，完成对这枚黄色4齿齿轮的波动动作。与这枚黄色4齿齿轮同轴的，还有一组32034配合皮筋加持的相关结构，也就是一个常用在换挡相关结构里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方案。那在这个模块与下方模块完成安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这枚4齿齿轮将与下方的4齿齿轮完成啮合，于是发现问题啊！所以这里确实是有问题啦。其问题在于，在整个传动路径中，所有4齿齿轮的轴向关系依次是90度、45度、90度、45度这样如此循环的顺序。那由于刚才提到的32034配合皮筋加持结构的存在，因此那枚4齿齿轮必然也应该是90度的状态。而按照目前的齿轮传动设计，到了换挡凸轮的位置，也就会是一个45度的状态。而问题在于，换挡凸轮必须是处于90度状态才可以的，否则无法将动力传输环完全推到位置，因此会导致相关联动结构在工作的时候发生打齿的问题。其实，在手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在173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持32034的2枚60483是轻微向外张开的状态，也就是说，这里的32034是45度的状态。
由于皮筋结构的存在，所以图示这里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会持续存在的。不过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只需要准备3枚16齿齿轮，替换视频画面里这3枚4齿齿轮就可以啦。那在安装的过程中，一定要让中间这枚16齿齿轮在十字对中的情况下，两侧的16齿齿轮尽量十字对中，那就可以啦。另外，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相关联动结构，最好也需要做一点调整。那经过这样的简单改动，可以看到测试下来，每次换挡动作都非常的顺畅，两侧换挡凸轮也可以保持每次固定旋转90度了。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车身主体基本就完成了，整个联动非常的复杂。另外座椅这里也需要一点改动，否则它是不能完全朝向车头车尾方向的。这里改动也比较简单，把座椅下面的这个模块拆下来，然后准备一根4单位十字轴，一枚24齿齿轮以及一枚43093，像这样装一下那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联动结构也非常的精彩，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通过视频镜头应该是讲不清楚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拼搭的过程中自己体验一下。好啦，那么大概经过20个小时，这款7动2头盲就完成了。虽然这款作品和乐高42131是差不多的体积尺寸，但是当车尾挖壁完全打开后，它的长度最长可以达到93厘米。那重量方面，3款分别是3.5公斤、2.3公斤和3.4公斤。具体到这款7动2头盲，在外观搭建方面，同样也是以科技组零件为主，同时在局部位置，比如车顶、引擎盖、车头以及挖壁外表面，适当的使用了一些砖块零件。除了显而易见的一些大的功能部件，那细节方面，比如引擎盖上的烟囱、排气口、车顶的射灯等细节呢，也都是进行了搭建。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表现。首先，车辆的行驶，这个功能需要通过控制分动箱把车座切换到朝向车头的方向。那可以看到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同时在行驶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顿挫的感觉。那原地转向、差速转向，由于我们的皮质工作台表面的摩擦力比较大，所以会稍微显得有些吃力。另外，在驾驶座朝向车头方向的时候，那么分动箱也是处于控制车头推铲的模式。可以看到整个铲斗的上升下降以及铲斗的翻合呢，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同时，这个运动速度感觉也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我们就控制分动箱换挡。可以看到车座也就同步的转向了车尾的方向。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可以控制整个车尾挖壁的上升、下降以及水平旋转。当然，上升下降其实在任何档位下都可以控制，因为它是采用独立的电机通道，而并没有通过分动箱。那这几个功能测试下来也都是正常的，同时运转速度也都比较合适。同时，在这个档位下，刚才2个行驶通道此时就变成了打气的用途，对应的也就是通过气动分别控制第2级挖壁的运动以及挖斗的翻合动作。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气动结构和普通齿轮传动的区别。那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气动传动的响应速度是不如齿轮传动的，包括扭矩负载能力也远不如齿轮传动。但是它的好处是完全不会发生打齿的问题。而铲斗的翻合此时则变成了两侧支腿的收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2个支腿确实可以把车子稍微撑起来一点。那当我们通过换挡控制座椅朝向侧边的时候，分动箱所涉及到的联动结构则全部处于空档状态。可以看到，虽然电机旋转，但是车辆不会有任何反应。另外，在车辆的侧边还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手动收放的梯子，设计师甚至还做了一个锁扣的设计。当我们把梯子收起来以后呢，它并不会掉下来。那至于车门开合这些比较简单的功能，测试下来自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以及车头的引擎盖也是可以打开的。不过打开以后，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相比于更小一点的17036，采用了2套4通道主控，也就是一共8个通道。这款17023只采用了1套6通道的蓝牙主控，也就是得益于更彻底的分动箱设计，在功能变多的同时，甚至还减少了2个通道数。那把车子翻转过来，我们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对它进行开关、充电以及拆装的操作。同时，这款6通道的蓝牙主控有4个通道还支持无级调速，在操控体验方面可以说是做到了对自家其他套装的秒杀。所以总结下来，这款套装的主要亮点就是在于全功能设计所带来的丰富的可玩性、稳定可靠的操控体验，以及分动箱设计所带来的额外的研究与把玩价值。那主要的槽点，也就是我们在测评中提到的图纸错误问题，
当然，它同样也存在一些相对比较难拼的步骤，虽然它的整体优化工作在国产套装中其实算是不错的。最后看一下包装，相对于前段时间评测过的17036，这款17023的彩盒要大出来很多。那彩盒的正面是成品的工作场景图，下面的一大排图标显示了这款作品非常丰富的联动功能，左下角则显示了它具有遥控手柄以及 APP 两种操控方式，左上角显示的年龄定位是14+。不过这款套装即便是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彩盒背面的功能图示也是非常的丰富，整体来看这款套装的包装设计做的还是不错的，信息量非常大，卖点提炼的也非常准确，包括侧面这里还显示了套装中所包含的动力组件。打开彩盒，3963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9个零件分包，8个大步骤，拼搭手册一本，可以看到厚度非常惊人。那总步骤是999步，平均每步不到4个零件，这个分布的细致程度可以说是达到乐高的标准了。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尤其是还包括了一部分用来区分电机的贴纸。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